中国陆军曾经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轻步兵，但如果未来发生大规模战争，中国可能就没有轻步兵了。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聊聊中国轻步兵的落幕史。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凭借轻步兵机动灵活的特点，不断进行战术穿插，硬是把美国的重型装甲部队打退到了38线。轻步兵的定义就是所有物资、所有装备都需要士兵自行携带，你能扛多少装备就带多少行军。除去必须的7天干粮等基本物资，一支步枪和少量手榴弹，一名士兵要想正常行军，能够承受的负重已经所剩无几，最多携带一些爆破筒、炸药包等，用来对付敌方防御工事。像那种一发炮弹重量达到50公斤的重型火炮，轻步兵是不可能使用的。且不说无法携带重炮，就算重炮白送给他们，轻步兵也运不了炮弹。而能够配备重炮和大量弹药的步兵以及坦克等，都被称为重装部队。其行进路线严重依赖公路，因为离开公路就无法移动重炮，甚至连炮弹都运送不了。轻步兵的战斗力明显不如重装部队，但轻步兵具备一个显著优势，就是能够在各种地形上行动，行军路线完全不受公路限制，只要人能走的地方，轻步兵就能通过。因此我们常常借助地形优势，渗透到敌人后方，占据山头，切断公路，就能让大批美军部队动弹不得。但反过来，美军很难围困我们，因为我们一旦向非公路地区撤退，那美军重装部队就无法追击。而如果美军抛弃了重装武器，同样轻装追击，那基本就是给我们送人头。没了重装备的美军啥也不是。打仗不是硬拼，是讲技巧的，反复利用美军的这些弱点进行打击，我们才能凭借劣势装备把美军打退到38线。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陆军成为了全球最强的轻步兵，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但我们自己却不太喜欢这个称号。能当重装部队，谁愿意当轻步兵啊？当年这么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要把不可能击败美军变成可能，我们就只能用轻步兵反复穿插。我们的步兵从来不会用血肉之躯顶着机枪扫射硬冲，那都是影视效果。但轻步兵携带7天口粮和有限弹药就敢深入敌后，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冒险。日军士兵普遍佩戴钢盔，国民党士兵也广泛配备钢盔，美军士兵更是人人都有钢盔。我军并非没有钢盔，特别是在3年解放战争期间，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大量钢盔。但在抗美援朝时期，负责深入敌后的一线部队是不佩戴钢盔的。执行最危险的敌后任务，却不能携带保命的钢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钢盔有重量，少带钢盔就能多带物资。每1公斤的负重对于全靠肉身携带物资移动的前线战士来说都至关重要。我军开始广泛配备钢盔，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因为那时我军的运输车辆能够直接将炮弹和士兵生活用品运送到前线阵地，钢盔的重量负担变得不再重要，于是我军开始大规模使用钢盔。直到这个时期，我国陆军的作战方式才显得不那么穷。随着中国国力的飞速发展，我国陆军的作战方式变得越来越富裕。首先得到改善的就是深深刻入几代军人记忆中的火力不足恐惧症。我军曾经非常鄙视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动不动就炮弹覆盖洗地的做法，但等到自己有钱之后，我们的战术就演变成了只要能用炮弹解决，那就不要用子弹。网友们忍不住调侃，我们终究还是活成了曾经最讨厌的自己，用2个字形容就是真香。新一代解放军出动时，扛火箭筒的士兵比持枪的还要多， RPG 单兵火箭筒成为我军步兵的挚爱装备。但 RPG 已成为历史，随着我国日益富强，猫猫车成为我国陆军步兵的新宠装备。猫猫车全称为山猫全地形车，是我国研发的多功能越野车辆，最初设计是为了满足空降兵的需求。由于空降兵属于纯粹的轻装步兵，无法携带重型武器装备，行进完全依靠双腿，速度较为缓慢。空降兵的优势在于行动隐蔽突然，能够随时将步兵部队部署到敌方认为不可能出现的区域。但空降兵着陆之后，距离目标仍然有一段路程，而且这段距离通常长达10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以确保空降过程的安全。在反应速度极快的现代战争中，这个距离显得有点太长了，靠步兵的腿走过去，可能黄花菜都凉了。没了突袭优势的空降兵，还没有重火力，那几乎发挥不出任何作用。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军研发了山猫全地形车。这款车辆具备全地形通过能力，作为超级越野车，其最大特点是体积小巧，最小重量仅为 1.7 吨，
能够直接装入直升机实施空降，也可由直升机吊挂飞行。空降后，山猫车可实现全地形机动，越野性能十分出色，行军完全不需要依赖公路，能在70度的陡坡上行动自如，甚至可以在水面上自如行驶。凭借这种出色的越野性能，沼泽、雪地、山地、水网、稻田等复杂地形基本上都难以阻挡山猫的前进。通过能力不亚于轻装步兵，而移动速度更加迅捷。当直升机降落之后，山猫车就能搭载空降兵快速抵达目标区域执行作战任务。有人说山猫车看起来没什么装甲，防护能力怎么样？因为要上直升机，所以山猫车的重量必须很轻，所以不可能有很好的装甲。而装甲如果无法达到一定的厚度，那和没装甲是毫无区别的。所以山猫车不是防护能力差，而是压根儿就无防护。为了不产生虚假的防护感，山猫车干脆连车顶和两侧挡板都给去掉了，让所有乘坐的士兵都清楚认识到这个车就是零防护。遇到敌人攻击要马上跳车，不要因为车身虚假的安全感而选择躲在车上。有人说呢，这个山猫车看起来明显比不上装甲运兵车啊！你看人家以色列的雌虎运兵车，那铁板非常厚实，对成员的保护能力很强。因为山猫车设计出来就不是用来对付重装部队的，而是给轻步兵使用的。作为一名空降的轻步兵，在执行敌后任务时，你是选择用双腿走完整个任务呢，还是打算坐猫猫车？不管怎么说，猫猫车会显著提升轻步兵的作战能力，总比没有要好很多。而且猫猫车的造价也很便宜，就是一个发动机配上8个轮胎。我军可能无法让所有步兵都乘坐重型坦克或者重型装甲运兵车，但是有能力让每个步兵都坐上猫猫车。特别是在汽车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由于这款猫猫车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一部小型汽车，或者说大型摩托车。中国当前汽车年产量已突破3000万辆，陆军只有130万人，而且并非全是轻装步兵，重型装备部队人数也不少，使得我国陆军轻步兵能让每位士兵都配备猫猫车，对我国工业实力而言轻而易举，即便将来军队扩充到1000万规模也不成问题。但假如猫猫车的功能仅仅是提高轻步兵的机动速度，那实际上只在空降等少数特殊作战情况下有作用，对大多数轻步兵而言实际意义并不太大，只能说是多了一种交通工具。于是我国的猫猫车开始了进化。因为猫猫车不一定非要用来运兵，现在我国的轻步兵很多都装备着 RPG 火箭筒，这个武器虽然可以单兵携带，但重量较大，单兵背负很辛苦，为何不能将 RPG 火箭筒安装在猫猫车上呢？把3排座位减少，1排少坐2个人，腾出的空间可以装载整整1捆 RPG 火箭筒。既然开启了武器运输的新思路，那步兵扛着机枪行军也很辛苦，一个班组辛辛苦苦搬运的弹药，机枪全力射击3分钟就消耗殆尽。所以猫猫车也可以配备一挺机枪，机枪子弹就放在车后座上随车行进。你如果按照装甲车的标准来衡量，这样的猫猫车确实很脆弱，但如果你按照轻步兵的标准来评价，这简直就是一个超人级的轻步兵。没有轻步兵可以携带1吨多的武器弹药，但猫猫车可以。那思路继续打开，既然都砍掉了1排座位，为什么不能再砍掉1排，把空间和载重腾出来，带一点大家伙呢？砍掉第2排座位后，猫猫车可以搭载重型火炮、122毫米迫流炮、120毫米迫击炮也能装载。这样的猫猫车装不了太多弹药，从空间体积来看最多10几发，但这个猫猫车只有前排2个座位，最多容纳2名轻步兵。2名轻步兵能实现10几发的重炮火力打击，什么样的轻步兵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把另一辆猫猫车改造成简易的物资车，用来运送炮弹，那就更加简单了。这样能够发射的炮弹数量更多。到了这个阶段，其实轻步兵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能够发射重炮的步兵不能称为轻步兵。虽然说猫猫车具备着堪比轻步兵的机动能力，但扛着重型火炮到处跑的步兵，再称之为轻步兵确实不太恰当。如果猫猫车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思路还可以更加开阔。既然都能扛着重型火炮到处移动，那为什么步兵一定要扛着重炮呢？于是我国的猫猫车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化。重炮一发一发的轰击太慢了，既然有这么大的载重和空间，不如携带大量火箭弹，一瞬间发射完直接撤离多好。没人规定步兵必须携带大炮作战啊。于是山猫107自行火箭炮诞生了，一大堆炮管子被安装在猫猫车身上。
前排就2个人，开车到指定位置下车，锁定目标后按下遥控按钮，把携带的火箭炮全部打完，然后马上开车离开。到了后来，山猫车就已经完全不受约束了，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为什么非要8个轮子呢？在地形要求不太高的地方，4个轮子可不可以？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全地形通过能力啊。为什么一定要战斗用途呢？运输物资、运送伤员可不可以？为什么必须要有人员操作？无人驾驶行不行？还有用作侦察车行不行？作为指挥车行不行？当作保障车行不行？因此后来山猫系列就开始快速扩展，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因此猫猫无人驾驶车就出现了，通过手持终端进行远距离操控，能够很好的适应巷战战场。并且最新的猫猫车还可以通过数据链或北斗通信与指挥中心或其他车辆进行数据交互和共享，从而实现无人化智能联合作战。整个猫猫车家族4轮的、6轮的、8轮的全地形车加起来有17款不同的产品。也许咱们让每一个步兵都开上坦克不太现实，但是咱们绝对有能力让每一名士兵都坐上猫猫车，而且是不同功能的猫猫车。毕竟猫猫车的造价比传统装甲车、坦克什么的要便宜太多了。简单来说，现在中国的轻步兵想做什么事情，首先要问一下这个事情能不能放在猫猫车上来完成。如果可以的话，就马上研发出相应的猫猫车，然后让轻步兵和猫猫车结合。美国那边为步兵研发的外骨骼这么多年还只是个概念，中国这边就做出了猫猫车这样的轮式外骨骼，而且比外骨骼还要夸张得多。毕竟外骨骼这种东西，哪怕在美国的概念设计里，也只是增强步兵负重能力的，从来没考虑过外骨骼能让步兵扛起重型火炮。曾经的中国军队信奉敌后穿插，经济条件改善之后，中国军队说穷则敌后穿插，富则火力覆盖。经济条件改善之后，中国军队表示，我可以先穿插到敌人后方，再进行火力覆盖。从小米加步枪到火力覆盖，再到先穿插后覆盖，中国军队的战术思想和作战模式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而山猫车的出现和发展，正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可以预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战争形态的演变，步兵的角色和定位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未来战场上，轻步兵的数量可能会减少，但其在机械化装备的支援下，将具备更强的突击能力、防护能力和信息化作战能力。而山猫车等先进装备也将成为未来步兵作战的重要支撑，引领着中国步兵迈向更加智能化、无人化的未来战场。如果说能发射重炮级别火力的步兵不能被称之为轻步兵，那中国以后可能就没有轻步兵了。毕竟谁家轻步兵有大口径重火力？最后，微笑希望得到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